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主持人硅谷大舅，我是谷歌的产品经理。那这个频道的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这样一个频道。那我们上期节目呢，采访了蒋甲，如果你没看的话呢，你可以一个是看一下上期节目，再一个呢可以看一下他的演讲的视频。我把这个演讲视频放在我们视频的下方。那他的视频曾经登上过 TED 的舞台，在 TED、YouTube 等等地方有800万到1000万的人的一个观看的这样一个数量，你说不定都看过他的这个关于拒绝的这样一个视频。后来呢，他写了书，他怎么样有自己的博客，现在专职成为一个讲师吧，应该算是一个培训讲师，专门做这个rejection 这方面的一个培训。首先我不知道讲讲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，你是讲师吗？培训师还是属于什么？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说演讲家，英文叫 speaker， 然后翻成中文的话叫演讲家，觉得好像说的很大，然后是这种演讲者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叫 speaker 就好了。那你现在的主要的，就你作为创业者，你的是主要做 speaking 为主呢，还是做 coaching 为主呢？speaking 这？speaking，你做个 speaking 啊？对 speaking 挣的比 coaching 钱多很多，真的实话吗？实说，对。哎呀，突然让我怎么燃起了希望？开玩笑。那好，那既然你是这个就是拒绝 rejection 这个话题的专家，那我觉得就想请你讲一讲这个话题吧。就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人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拒绝？反正我是特别害怕拒绝的，我这人脸皮非常薄，但是我相信人都挺害怕拒绝的。这个拒绝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心里害怕拒绝，可能是就是说是很长时间以前可能是件好事情，因为可能说，比如以前我们在做农业也好，或者打猎也好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去被别人拒绝了，你落单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别人不喜欢你，你靠你一个人想生存是非常难的。这个你需要和人有共同这种合作。我们人就是人，你看人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需要有跟人在一块来支撑，所以人就天生说希望我能够被别人接受。但是这是以前，现在呢这种情况也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行业里头是需要以创新的话，需要用脑子，需要做一些事情，就是说可能会失败，可能会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这种心理被拒绝的这种害怕，这种害怕以前是让你保持安全的，对不对？但现在的话有点适得其反了，因为如果你太注重这个害怕的话，你往往去缩手缩脚，不敢尝试一些说可能会失败、可能会被拒的东西。但是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里头，那些做的最大的，就是说那些做的最有影响力、做最成功的人，他们都要面对很多人的讥笑，尤其是最开始，后来你成功了，所有人都捧你，对不对？但你在你开始的时候，当你不被别人接受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要面对这些被拒，你甚至说你要是你面对这个被拒，你要是就是说逆流而上，你要去不放弃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放弃。因为你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喜欢嘛。但是如果那时候你放弃的话，就没有了。但如果你勇敢的能够克服被拒，能够知道说，哎，如果别人很多人拒你的话，说明很多人会接受你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拒你越多的人，就是越很有就是那种感情色彩的 emotional 的拒绝你的人，说明他反方面就是会有很多人去接受你，很有感情的接受你。然后那种温出水没人理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有你没你，那个不跟就说就等于是没什么区别，这时候反而不好的。但你说越去拒绝你，越说很多人觉得你主意怎么这么差呀？怎么可能啊？但往往这种主意是能够有改变的主意。这个东西，重来一遍。这个东西跟一个人的他脸皮薄脸皮厚有关系吗？还是说这其实是两个不是一回事的事儿？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有一些关系吧，脸皮薄和脸皮厚。但是说脸皮薄，就是说薄厚和被拒的时候，实际上这是说脸皮薄的话，就是说你就说你就说想干什么你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别人怎么讥讽你不怕，这是一个比较难听的说，我厚脸皮做坏事。但是说
但你说你想做成一件想干的事，有影响力事，说你认为是对的事情，OK，往往说脸皮厚可能是你自己都觉得不对，但你就去做了。但你克服悲剧化是往往觉得你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，而且有利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说有这种就是克服悲剧的勇气了。你说这个脸皮厚这个词儿有一点点贬义是吧？有点贬义这意思。其实我倒没有贬义，我倒觉得脸皮厚是个挺中性的词儿。就有的人脸皮薄，因为我觉得脸皮薄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贬义，觉得这个人很敏感啊，容易这个什么事都往心里去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反正我是看待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吧。但是 anyway 了，就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，那既然如你所说，人都会有这种对拒绝的恐惧，甚至很多成功的人，他们以前都是被拒绝过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冲破这一点，人不能呢？这有什么样的心法和方式可以管理好对拒绝的恐惧呢？这个东西呢，我想有天生有后生的。天生的话我们就先不说，其实确实有人他就可能就胆儿大些。我现在有2个孩子，对吧？你看他们2个说胆子就有一个有大有小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天生只是一部分，像我天生可能是个比较胆小的人，但是我后来就说通过自己的练习，说好然后我就一步步的让我胆子变大了很多。到现在的话，这快成一种病了，就是说我现在遇到什么事儿的话，被别人拒的话，我会总想去再试试能不能跟人聊聊，把做一个挑战。说那个就是说去那个就是能把这个步变成事。我现在就是像前2天还是这样，有一次想去一个地方，想去一个公园，那公园路给停，那个被人修路把路给停了，就没人能进去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他不行，但是我就是心想说，哎，我就想跟他去聊一聊。所以我就跟他聊说，我能不能想办法我进去啊？我也不影响你，我很想去那个地儿，我能不能不影响你？我能不能绕开呀？跟聊一聊，后来那人就说，哎，可以，那你进去吧。他也没有不愉快。到现在等于是一种每天是一种习惯了，就遇到这种不被拒之后，就是不拒就是被拒就是挑战。所以你看，我本身就是这个人，我以前是很害怕被拒的，就恨不得说我知道这是可能被拒，所以害怕到我都不敢去问。你看前面人你举牌的时候不让你进，我都问都不问，我就转头走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能做到说，哎，不紧张，去跟他讲话，悲剧之后跟他说，我能不能把这个 no 变成 yes，这就是我天生就练出来的，就通过找人拒我就练出来了。当你找人拒你的时候啊，你就觉得你都找这个事儿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这个你以前就是你被动的被别人拒了，啊，那我好害怕。我想要得到 yes， 但我被拒的被人拒了，那我心里不好受，觉得我自尊心或者觉得我这人自我能力觉得不行，或者觉得我也生气，说你凭什么拒我？但如果去找别人拒你的话，你脑子里就像一个 switch 一样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说一下的话，感觉说，哎，被拒之后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个好像成为是个机会，是个挑战，是个好玩的事情，所以就练就能练得出来。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话里面有这么一个哲理，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受到拒绝，是因为拒绝本身它就像一堵墙，它相当于把一个社会的一种别人给我们的一个限制把我们围了起来。而这个东西呢，就好比说你刚说那个人有个牌子说你不让进，这是他等于是给你做了一个限制。然后如果大家都不去突破这个限制呢，大家就永远都在这个框子里面。但是其实真正的我认为就是所谓的 innovator，就做创新的人，他恰恰是打破这个圈子的人，他恰恰是打破这个对你限制的人。举个例子，我总是觉得像那种打车软件，什么 Uber、Lyft、什么滴滴这种，就一开始都是违法行为，说是打黑车嘛，对吧？他一开始说能不能做呀？不能做，那咱就不做了吧，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个打车软件，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社会给他的这个圈子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阻碍啊，他不害怕，他愿意去打破它。而不是说乖乖的就被围在这个里边。所以我觉得有这样，你刚才说的，就是那个人不让你进，但你跟他说了，他让你进了，就说明你其实也是打破了这个他给你设的这样一个限制。所以不害怕拒绝是一种创新者的一种素质。对，如果你练会了不怕被拒这种心理素质的话，适当的拒绝实际上是对你有利的。OK，这叫什么意思呢？你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，其实我就上礼拜我做到的。OK，那个一个公园就是他不让进，就是那个，但我跟他去聊进去之后，结果什么呢？就我一个人在公园里头，那公园里没有别的一个人，都被别人要么就是被拒了也就走了，要么就是根本不进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公园里的话，结果就是说那个拒绝实际上是那个一个 entry barrier。
你知道吧？我们念过 MBA 都知道说，一个好的商业或者一个好的 business，如果被这个门槛特别低的话，谁都能做的话，这实际上不是好的商业。你开饭馆谁都能开，对不对？你去卖什么的，那网上卖东西谁都能卖，这个门槛太低了。但如果说被拒的话，实际上它门槛是个高的。但如果你能够做到，你能够迈过这门槛 ，OK， 你能够说不是知难而退，甚至说你有这个心理素质，一看这门槛，哎，这是好事，哎，说明别人都拦出去了，那我进去。所以你要有这种能力的话，像个 super power 一样，这超能力一样，这样的话，让你做你创业也好，或者说你去职业去开发自己职业也好，这都是对你很有益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插入一句广告了，怎么样呀？各位同学，其他人都不给我们节目点赞，但是你怎么样呀？你是个不一样的人，你可以给我们节目点赞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节目让更多人看到了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呀？击败这个 barrier，怎么样呀？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吧，嘿嘿。好，广告结束，那回到我们的正题，那你刚刚讲到了，就是用很多的这种寻找拒绝的方法来克服拒绝。这个寻找拒绝有哪些方法呢？比如说，我看到你的视频里讲说，你去给人说，你能不能给我 refill 一个汉堡？这种事儿真的是这样的吗？这不是有点傻吗？就是应该怎么样去？你可以说说看你的看法。当然，这到底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合理的拒绝，然后去练习自己的拒绝能力呢？就说这东西一点不傻。OK，我去那个找人去跟陌生人说，能不能借我100块钱？OK，然后去找人汉堡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能够续个汉堡，别续我水，续个汉堡成不成？然后就是说，甚至说我记得最有名的一个嘛，就是我去了一个做 donut shop，就那个甜甜圈的店，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出一个甜甜圈来，像一个五环，像个奥运五环一样。这些东西都是说就是以前我自己想象不到的，当我开始去做这个事儿，我开始觉得哎这好玩，那我就做这个了。然后我发觉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，你做这个时候你会发觉，哎，这是一种自我练功的方法。像以前我不敢做的事情，现在我去做，而且我做之后我能想办法能给你很放松、很有好玩的、很有信心的跟你聊这些然后呢，让我而且我能就练出一种东西呢，就是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让你觉得不害怕，让你觉得说不紧张。因为你如果现在我们很多人问东西的时候就问的特别紧张，说我很想要得到的就是你一定要给我，就是这样。但你有这种紧张感觉，对方也有紧张感觉，最后呢事与愿违，往往事与愿违。但如果你很放松，你跟对方说，哎，这个没关系，你拒我没关系，我接受你被拒，但是你要能做到的话，那我会非常的开心，能不能帮我这个忙？就是我练出这种东西的话，感觉就是说让我成功率就感觉就会很高。而且我是借着这些比较说看着好像说很无聊或者很好玩的这种比较 low risk 就是没有风险的这种问法，让我练出了一些胆量，让我说可以敢于去问一些有风险的事情。实际上有风险和没风险的问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你要去问那个人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，有可能会被拒。但如果你不练的话，你直接去说有风险，比如你找工作也好，找人投资也好，找这个客户买你东西也好，你没有去练过，你直接去问的话，这往往是说你的表现是不好的，因为你会很紧张，而且你被拒之后，你不知道怎么能够克服这个被拒。所以我是通过这些就是说这种低 risk 这种低风险的方法，让我能够在高风险的时候，我有这种功底。那我就带我们的这个非常的就是初级的读者们问一个问题哈，那怎么去克服这种就是内心中的恐惧，以及如果别人真的拒绝你，你说不定说的话很难听，他对你是很伤害吗？他会觉得内心中非常的受到刺痛吗？就这种感觉是有还是没有呢？然后怎么克服呢？有，就是说在心理上，就是说你这种事实。就是说有人做过这个测验啊，在拿那个扫描那个CT 扫脑子，当人被拒的时候，这个脑子是有反应的，反应就好像说这人被打了一巴掌一样，就是被身体上就他有疼痛，所以脑子会发一些那种chemical 那种化学产品成分在你脑子里，让你减少疼，让你那种止痛剂一样，因为他感觉到这种疼痛，所以我们每个人被拒都会说有这种疼痛的，但是还是那个道理。你这个人去练拳击，对不对？你这人去你去练功夫，对不对？当你学会了说怎么说，哎，被人挡了一下，或者说你挨了一下打之后，但你不立刻，咱们对吧？你这样跟人打架的话，一巴掌上的话，要么你把你打跑，要么你把你打晕了。但你练过之后的话，你会说挡他，
是说借着他说太极嘛，借着他的力量让你说自己再能够成功。所以说练过和没练过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你想问我说怎么能够克服，就很简单，从小事开始。每天的背句的时候，不要立刻觉得这个背句就是结果。OK， 这就是你们对话的终点。你觉得说，哎，这是个机会，背句了，那我看能不能借这个方法来做个谈判，我能不能 negotiate 一下，看能不能把一个变成两个，看能不能把无变有，看你能不能做。所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个周围的时候，一下这个机会很多很多的机会就出来了。什么事情是说你什么失败的时候，都是你一个成功的一个机会。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是如果你不把失败当成成功之母的话，他没法当成功之母。所以你就有心态才行。哎，那你说了，就是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去找陌生人借100块钱，我也不愿意叫汉堡借给我续一个汉堡，我也不想怎么样做个5环的一个什么圈，有没有就是再简单一点的事儿，让我入门去学一下被拒绝，然后感受一下，提高一下自己被拒绝能力？你们有什么提供点入门的作业给大家做一做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就是说现在我们有疫情，这个事可能不太好做。就我一个很简单的说，你知道以后在没有疫情的时候，你在街上走，你找一个陌生人来说，哎，能不能跟我一块做个 selfie？我跟你一块做 selfie，就是不用有可能觉得说，哦，你是不是让我给你照照片？不是，就是说 let's take a selfie together。哦，这是一个随便陌生人来个自拍。对，个自拍，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一个工程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能做到的。OK， 如果你觉得你这都不想做的话，那你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你有没有想跟你见面的人？你有没有想跟他说话的人？你有没有你佩服的人 ？OK， 比如大舅这样，你很佩服大舅。OK， 那你就想办法去主动找他，跟你说大舅，我能不能跟你聊聊？OK， 然后可能你觉得聊时间太长，能不能聊10分钟，对不对？聊5分钟就给你问一个问题，我觉得所以你去主动找人跟人聊，其实每天都有人这么找我。其实我的第一反应，当别人找我聊的时候，我会看他写这个字写怎么样。如果他写的很好，说明他真的说他看过我书也好，或者听过我视频也好话，我很多时候我说 yes， 我愿意跟你去聊。但是很多人就怕，甚至说觉得说，哎呀，老觉得这个人很忙，他怎么会理我？我是个小人物或者怎么样，就先把自己贬一通，先把自己给拒了。OK， 当你有这种 tendency 说先把自己贬一遍，说觉得自己不值得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一个信号，把这个去掉。OK， 你是值得这个的。如果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值得这个，那没有人认为你值得这个。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跟人去聊聊天也好。和人见面也好，和你老板见面也好，和你聊聊将来你职业的发展也好，或者说和你们公司的一个陌生人，觉得他比如说和你不是一个他们不是一个组的，但你很佩服他，说跟他说，哎，我能不能请你吃顿饭，或者说我们就喝杯咖啡，不用太多时间，哪怕一个 Zoom call，对不对？说我能不能跟你聊一聊？所以去走出这一步，就算被拒了没关系，因为我相信你这种佩服人很多。你可以不断去做，不断去做。可以的。如果大家怎么样要发消息给我聊一聊的话，我第一步就把你们全都拒绝了，看看你们 handle 拒绝的能力怎么样。对，如果你第一遍就放弃的话，那你说明那你还没有做到。但你被拒了之后还不放弃，而且还能够不让大舅生气。您别拒了之后，一些人说哎不行，你非得说那也没意思。有技巧让大舅拒了你之后能够再成功，这个就是说。这是你能做到下一步。可以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。那我们每次节目呢都会给嘉宾提供一个机会，看看我们的读者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，或者有什么事情你想让大家知道的呢？哇，这个是很好的问题，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这样吧，读者，如果你有没有什么故事 ，OK？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我 share 的？因为我现在我在考虑写第2本书，我在写第2本书，然后我写的是一种关于 personal finance 的一本书，就是关于关于说 investment， 就是说怎么能够说怎么说投资股票的。OK， 大家觉得很奇怪，说你怎么写这个书？实际上我我在做完这个 rejection therapy 之后，觉得自己像练了功一样，感觉到自己能够克服很多的恐惧。然后结果是，我觉得我现在在过去的几年投资股票有一些功夫，然后我想跟大家切磋。如果你对投资股票有兴趣的话，或者你有些功夫的话，
你可以跟我来联系，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。好啊，怎么联系你呢？你可以给我写 email，好，对你可以，我有很多了，那推上也可以找到我，Facebook 可以找我，但是最好好，方法给我写 email。好，到时是，候我就把 email 放在下面吧，放一个好，这个字幕在下面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字幕找到蒋甲。好的，那我们感谢蒋甲2个礼拜的一个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他的几百万人看过的视频的话，请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的链接里面找到。那这里呢是硅谷大舅频道。感谢大家的这样一个关注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，请给我们节目点个赞。怎么样？尽管你要拒绝我，我还是要说，请给我们节目点个赞。然后怎么样呀？希望你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请打开小铃铛，在 YouTube 上，在B 站上，请欢迎给我们3连支持。现在屏幕上大家看到的呢是一个二维码，这个二维码是我的小助手贤二。大家可以加他，他就可以拉你进我们的读者群。我们有非常多的分享和读者活动在这个群里告诉大家，所以怎么样呀？千万不要错过。好的，谢谢蒋甲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。我们节目的最后还会有2个其他的频道的我们频道的其他的内容的推荐，欢迎大家收看。蒋甲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说个再见吧。大家再见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蒋甲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